Hello, good morning, everybody. Welcome back. We will continue our battle. 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网友的另外一个作品啊，马斯克大爷举棒子。我们看看他这个基本的动作，一个待机的动作，有一些小的动作，一个待机的基本循环，带一点小小的表演。然后看第二个 attack 啊，这个 attack 是attacked，这是被攻击，一个石头砸过来，然后它一个受击的状态。这是什么 grass 草的移动。OK， 我们看第一个待机 idolo，看看一个基础的待机动画，它可能有一些这个肚子上的移动但是我把这个图处理掉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肚子的变化。我给这个肚子加点网格稍等。好，回来看这个肚子我加了几笔网格，这样能基本看到这个肚子抖动的状态。好，我们先说说它这个待机整体的速度稍微有一点快，因为它是一个可能看起来比较巨大的怪物，所以呢，基本循环我看它咱们看一下，向上向下向上向下，基本循环大概在50帧左右吧，可能是这样。我看150动作一样的，那么这个速度呢，对一个怪物来讲可能太快了。大概要做到80帧左右，这是一个稍微缓慢、平均一点的呼吸的速度到80帧一个基本的循环，所以我们把它的整体的时间拉长到这差不多这个位置吧。你看这样符合他这个角色的性格。身体上的小抖动呢还好嗯，但是小的表演这块可能有点问题拍一下，我们看看这个小的表演，这块抬胳膊是吧？抬抬起来，放下，然后再放下，这样一个循环。这儿有一点点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臂、小臂和手，大臂、小臂和手这3根骨骼的位置完全一样。你看这个关键帧的位置基本都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呢，它没有一个偏移的效果。这个地方应该稍微岔开一点，用大臂带动小臂，小臂再带动手，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的让它稍微岔开一点，先是从这个地方开始88帧抬起来，放下，再抬起来，再放下，再抬起来回到原始的位置。像这种动作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动作的时候，抬起来一个预备，这个时间够了抬起来，放下，放下速度稍微快了一点，而且放下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动作结束的事件。这个事件结束之后，一定要等，这个就相当于我上一期讲的节奏的问题。我们做完一个动作，它一定要等待一下这个有点太快了。而且这个棒子本身是一个重量比较大，看起来就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个东西所以它的这个动作明显看起来这个东西感觉有点轻了，所以我们把这块的速度改一下。这个地方就是都给你删掉了删掉，抬起来放下这个也带了动作是吧？我们把它先删掉抬起，给你复制一个动画复制一个动画，怕我调错了，复制一个咱们在那个 Animation 2里面来改。好，这段先删掉抬起来，放下这个手。像这个呢，一般来讲，你的武器握在这个手里，然后你这武器有没有分层，是吧？武器跟手没有分层，所以它这个武器做的角度变化可能会很小，所以它呢就有一点点
这个角度变好就可以了。还有另外一点，你这个武器的中心点错了啊。我们回到设置状态，尽量武器跟手还是要分开啊。我把图处理一下。好，这是我们这一张图片，它的原始图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先把它的手画出来啊，原始应该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哎，这样的，有点没擦干净，是不是？所以我们尽量这个武器都这么来拆啊，把手跟武器完全分开。这是手，这是武器，武器呢在后面连起来，武器一定要画成一个完整的。好，我们把它补齐。细节我不修了啊，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手。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手的细节会露出一点武器，所以如果手要拆细的话，应该是这样来拆的。就是你像我拆，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会拆的很细，就是把大拇指这个地方拆出来，这个拆一层，这个拆一层，手指拆一层，都是完整的啊。手指拆一层，当然不齐的地方一定要补齐。哎，这是一层手指，这是一层大拇指，然后后面呢，这个手掌也要补齐，手掌是一个完整的手掌，一个完整的覆盖关系啊。这是手掌，手掌在最下面一层。我把这个武器的边线加上，咱们这样看得清楚。武器，对吧？这是武器，虽然加的很粗啊，能理解意思就可以。这是4根手指放在这儿，哎，你看大拇指在最上面，对吧？大拇指这可能要擦一点。无论移开哪个东西，下面都是完整的，这是一个完整的武器覆盖关系。这样的话，你在旋转武器的时候，轴心点定在这个位置，它能做一点这种小小的转动，它对手也没有影响。这是武器，如果拆细的话，一定要这样来拆啊。OK，好，这是讲解啊，所以我就不存了啊，因为这个还是有点麻烦，花时间的。好了，回到我们这个啊，它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看看啊，这个网格，网格，网格还可以吧？网格这个网格有点问题啊，就是它的边缘不用像这种完全不会弯曲的地方就不需要这个点，它边缘需要转的地方可能要加几个点，所以我们这个网格应该这样来绑。我看你这个绑了几根骨骼，它带有下面这个骨带了有点手，稍微带有一点点拉伸，可以这么绑，但是你也可以完全分开啊，这个完全看这个角色需要了。当然它这种跟下面骨骼相接的地方最好加2根线啊，加2根线，中间这些地方线可以稍微删一点，简洁一些，这样直着过来，只有在这个需要转角的地方加一点点这个边线，避免它的拉扯啊，这样就可以了。好，然后你这个骨骼呢，应该放在这个地方，还是把这个存出来了啊？存出来了，要不它有问题。咱们叫 weapon，把它保存在我们的这个文件夹下，这是左手是吧？应该是右手啊，它应该是右手，不管了。好，把它导出一下，这个正好看一下，我修改局部怎么把它导入。然后刚才我们做的图已经导入到这儿了啊，这是 weapon 4张图，这个地方啊 weapon 有一个 JSON 文件，然后呢用 spy 把它导入数据，选择去掉新项目，
建一个新骨架，然后选择我们刚才的那个刚才的 JSON 文件，它导入，导入之后呢，4张图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吧？我把它呢稍微摆一下，摆到，哎，是什么？石头，把它摆到你这个手原始的位置，感觉有点大呀，对吧？所以这里肯定有一些东西调大小了。好，把它拖拽到下面这个原有骨骼里面，然后这4根骨骼呢，我先把它们直接绑定在你的这个手骨下面啊，手的这根骨骼下面，然后你的看一下，看动作有没有影响，还好啊。然后把你的原来这个挪开，这根骨骼的位置一定要改，这根骨骼的位置挪到这个位置，我把你这个角度尽量调成你原来那个样子。然后你的这4根骨骼，我看看原来这个图层在这儿，对吧 ？L hand，然后把这4根骨骼放到你原始的位置啊，原来的这个 L hand 就直接删掉了，它太大了，对吧？我给它做一个网格，这也是简单直接描绘了啊，正常的时候应该画的细一点。你看这根骨骼应该在哪儿？它应该在你手握在这个武器的中心点，应该在这个位置。所以你之前那个轴心靠后了，靠后了。你这样的话，当时之前那个武器转起来是不科学的啊！一定要这么来绑，手可以这样移动，然后你的武器有一点这种微小的移动，它也是合理的，因为它正好是握在手心中心的位置啊，这样来绑。好了，我们回来继续修改你的 animation。哎，我刚才改的是 Animation 2是吧？抬起来啊，这个地方抬起来，抬起来啊，你的身体还带有一点这个抖动，对吧？抖动最后再画，最后再调。咱们先调这个大的抖动，对吧？一定要先调大的东西。这个也是肯定速度有点太愣了，这块是吗？这中间这段都先删掉了啊。头部，这个头部的位置也不太对啊。看看你这是原始的，因为我把图替了啊。这是你原始那个面部，看这个网格大概能想到你原来那个面部在哪儿。这个脖子稍微歪了一点，记住啊，这个脖子的中心点一定是整个头部的中心，应该差不多在这个位置。虽然它的面部是偏一点的，但是它旋转的中心点应该在这儿，所以这个脖子太偏了。这个会导致什么问题呢？你移动的时候，这个面部偏移的位置太大了。这个你是绑了啥？啊，它应该是转面吧？啊，转面。好，嗯，行，这个先这样吧。回到动画，调动作呢，从最大的骨骼开始调。如果要抬起来这个的话，那身体可能要稍微跟着做一点点趋势啊，中间这一部分删掉，抬起来。哎，抬起手臂，这个地方抬起，然后往下，对吧？往下，你想把它放到肩上，做一个比较重的这种让它垂下来的感觉，是不是？抬起来，放下，嗯，
它这个角度不太够啊，如果它抬起来的话，这个抬起来的话，就感觉有点太高了，因为放下的时候空间不够，你要故意非得让它这么去够的话，感觉就不太舒服。所以这个动作，我现在感觉这个动作最基础的这个姿势是有问题的。最基础它是一个悬空状态，对吧？我们可能要从基础开始调啊，它是一个悬空状态，它是一个，呃，应该说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对吧？它正常应该把这个武器真的搭在肩上，这样才是一个常态，对吧？这样一个休息的状态，它真的是需要悬空吗？一直是这样的，所以感觉这个动作就有点不太合理。嗯，所以我觉得基础动作应该是这样，或者还有一个办法，你把这个武器改一下，把武器这个地方改粗一点，再重新画一个网格啊，简单一些，重新画一个网格，你干脆就把它画一个粗的大棒子，中间这个地方不要太细，而且它，嗯，或者总归是有一个地方接触到这个身体，要不看着就不正常。嗯，所以正常的感觉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我在设置状态下调节的，对吧？默认就让它扛在这个肩上，然后中途我们做一个让它抬起来，抬高一点，抬高一点，然后再放下的感觉，抬起来放下，然后再抬起来，再放下，抬一下，抬一下。嗯，变形，这是什么在变形？为什么这个胳膊带有点变形是吧？咱们抬完了以后，先把这个骨骼归位啊。现在这个骨骼，呃，从这一针开始，我们四根骨骼都定一个旋转的关键针，抬起放下，抬起放下，这针还是抬起，然后到这儿再放下。为什么看着这么奇怪？对吧？到底哪儿出问题了？中间肯定有问题。然后回归一个初始状态，回到这儿，咱们抬两下就行了，不用抬太多。我们加一个曲线啊，看看是什么效果。这样稍微柔和一点，然后我们再来调它的节奏，基础的这个动作和速度先调的差不多。嗯，抬起啊，抬起的时候让小臂让它跟随一点，这个网格我们最后再调。抬起，然后小臂稍微滞后一点，它有点这种被带动的感觉，太多了是吧？我看一下啊，抬起，放下。好，这个大的趋势调完以后，我们让这个身体带一点啊，身体也跟着走一点，抬起，放下，有一点这个趋势跟着它，再抬起，再放下，然后给一个反馈。
哦，我们先调一下，然后现在调一下它的速度啊，就是这个地方抬起的时候一个缓动，然后落下的时候应该是有一点这种加速的动画啊，加速的感觉就应该是让这3根曲线做一个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做一个加速，应该是这样吧，这样，哎，对，这种感觉，抬起来慢一点，然后落下去沉，因为这是一个很沉的东西，然后抬起来，这个地方抬起来，这个缓动还可以啊，因为这个地方感觉速度有点太快了，是吧？所以我们要把这一部分的曲线的位置稍微往后一点，然后落下又是一个减速，加速。嗯，这个曲线直接调出了一个反馈，这也好啊，就落下的时候让它手臂有一点点这种反馈，落在身上的反馈。同时呢，我们可以给这个身体也加一点点这种反馈。抬起来这一部分，第二次抬起来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放下啊，放下一定要停一下，然后再抬起来，再落下。但是这个地方速度感觉有点太快了，抬起来第二次啊，抬起来落下速度太快，我再给它速度往后一点，抬起来等一下，这应该是曲线的问题，这部分曲线的问题，所以呢这一部分给它打断，单独调一下。哎呀，这个新版本的曲线真是让我很头疼。抬起，曲线调成这个样子，对吧？往上是一个减速加速，这个地方减速加速，嗯，落下，然后呢再给这个地方给一点点反馈，回到曲线，我们再调一下这一帧落下，落下，落下，从这个地方落下应该是加速动画，加速动画呢就是要调成，哎，这样的曲线，这是加速动画，对吧？哎，你看这种反馈，感觉就比较好了。抬起，抬起这个地方，感觉手腕呢就是
抬的不够高，对吧？落下太快了，为什么这根曲线有问题啊？这根曲线，所以呢，调一下这个曲线，这是，哎，哎，这个曲线调多了，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把它说清楚，很细微的东西。落下，这给一个反馈，落下给一个这样的反馈，再落下，抬起，抬起，落下反馈，抬起，落下反馈，对吧？这个抬的可能有点高了，这个角度，所以稍微降一点。抬起，抬起，落下，抬起，落下。好，现在觉得这整体的感觉差不多了，是连着曲线带关键帧一起调的因为它这个真的很难控制，所以都是很细微的东西。动画大的动作好调，其实越难的就是这种小的细微的东西。落下，给一点点身体的反馈，对吧？反馈的位置太大了。反馈呢，还有一种就是，你像它下落到身体上，我一般呢我会再加一点这种身体这种往下，哎，肩膀往下的一个震动的反馈，这调的有点大了，是吧？哎，太大了，往回一点。这种动作很细微，但是它非常有用你看这样一个，我们可以把这个复制到后面，在这儿再给它一个所以我在做这个骨骼的时候，一般来讲之前讲过嘛，对吧？到躯干这个地方，一般要加一个这个骨骼，把它绑定到这儿。这个骨骼干什么用的？就是绑定肩膀用的。像这些细微的动作要用它去控制，对吧？那么这边也一样，所以你的躯干除了绑定这几根骨骼，也要绑定这两根骨骼这个是做这个基础绑定的时候这两根肩膀的骨骼最好给它加上你这个没有，自己去改一下除了它这个肩膀上下的控制呢，也可以做肩膀左右稍微扩展一点的这个动作，它能做的动作更细微。哎，抬起来你看这种感觉就对了，符合他的这种性格，怪物的性格，符合他这个武器的重量。之前那个感觉我们再看一下，之前这个对吧？这感觉太大了因为我把你那个图片换了，所以可能跟原来感觉不太一样这个感觉太快了，对吧？要符合它的重量。这个地方抬得太高了，我再给它调一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再调它肚子的反馈上下，身体往下，肚子往上，反着抬。这种感觉是吧？后面再加一个落下到这儿。好，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就可以给这个武器加一点点这种跟随的动画了。往下的时候，武器稍微往上一点点，反馈，看小的细微的都最后再加，就能让这个动作更生动。
落下往上。然后一些小的透视呢，就是你可以给武器加网格再去调了。这个面部到底怎么回事？总有一个东西在颤是吧？这个我就不管了。OK，这是大的待机动作啊。好，那么我们回到 attacked，看看这个有什么问题。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打沙袋的，还记得吗？之前说过，在一个东西攻击到你之前，完全接触到你之前，你是不可能做出预备动作的。我从后面踹你一脚，踹你之前，你是不可能知道的，对吧？所以这个动画，嗯，就像这样，你站在这儿，然后我从后面踹你一脚，从这儿往前走，然后呢，走到这儿了，这动作画的离近点，对吧？哎，然后抬腿踹，在踹到你之前，你会做预备动作往前倒吗？肯定不会，对不对？我一定要踹到你的屁股上，我踹到你的身上，对吧？这个脚接触到你了，然后你会有一个突然间的反馈，之后，然后你再往下倒，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你这个动作整个都有问题，对吧？上来你看看身体都缩小了，石头打到了嘛，你身体都缩小啊，所以肯定是不对的。你石头应该是打到他的头，对吧？那么我们把这个动作给你整体的修改一下啊，attacked 我给复制一个啊，我在这个 attacked 2里面来改。首先看看这个角色缩小，我就直接都给你删了啊，做一个新的。石头也有问题，石头你是怎么挪过来的？一帧一帧挪的用了 span 还做这种一帧一帧挪的逐帧动画，知道你想做这种曲线掉落，对吧？之前我的视频讲过，像这种动画应该怎么来做呢？全删掉了啊 ，attack two，做一个简单的动画。首先要修改你这个石头，你这个石头应该怎么办呢？复制一个给你复制一个石头放在这个位置。这种曲线运动，要不你就用路径来做，对吧？这里面有路径，但是路径总归是不方便的。之前我也讲过路径，然后再反弹回来，这个东西总之很不方便，我不爱用这个东西。方便的，很方便、很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还记得吗？应该有的同学记得对吧？我们在这儿创建石头本身一个骨骼，是不是？然后我们在 root 下再创建一个骨骼，用2根骨骼来控制。哎，对了，现在新的版本 x 值 y 值是一起可以分别控制，对吧？那我们就不需要这根骨骼了。你之前做的那个跳马的那个还记得吗？用那个来控制啊，是不是？一个 x 位移的动画，然后这个图对吧？然后到这儿打到他的脑袋。打到他的脑袋，这个回到我们的说怎么把 x 值 y 值分开呢？我看看啊，我看看啊，x 值 y 值，这是 x 值是吧？这是 x 值，这是 y 值，对吧？分开控制它们的这个曲线你不要那样调那个关键帧啊，一帧一帧调。飞过来，首先它肯定是一个加速动画，因为减速动画砍过来嘛，砍过来先快后慢就是这样的一个曲线。调错了，这是减速动画，应该是加速动画，对吧？加速动画是先
慢后快啊，先慢后快啊，这种感觉，这个时间有点长了，就是加速动画、减速动画、减速动画。Sorry，有点晕，有点晕啊，这种感觉，减速动画，砍石头嘛，把石头砍过去，肯定是发力，我把手抡过去，先快，非常快的速度，然后砍到它的时候，它有一个减速，对吧？受空气阻力，它就变得很慢，就这样来调就行了，两根曲线分别来调，哎，打到它的头，同时有一个缩小的效果，是吧？那前面定一个关节针，你想做出这种曲线的变化，是不是？曲线的变化呢，就应该调节它的外值。哎，怎么来缩小啊？好麻烦呀、就是哎，带有一点这种曲线的动作，打到它啊，有一个反馈，你可以在这稍微停一下，然后再返回来，返回来就是比如说崩远了啊，崩远了，这应该是用一个弹的时候一个非常快的反馈，应该是很快的，然后逐渐慢下来，应该是一个掉下来，应该是一个加速动画，先慢后快。啊，按了一下这个啊，调了一下这个曲线的显示模式，弹过来，弹过来，定一下，正好打到他的头上，然后飞走，掉下来，这个曲线应该这样来调啊。我有的时候调多了就很犯晕啊，就得嗯打过来弹走，打过来弹走，啊，这个速度太慢了啊，还要快一点。不对，不对，嗯，曲线调小一点，我差不多觉得这个速度是差不多的啊，这个速度还可以，弹走，然后到远处再缩小，对吧？我觉得这两层合起来也行。然后整体呢，你可以给它加一个旋转，对吧？旋转，然后这个地方再调它的角度，给它一点角度的变化。好，这是石头的动画啊，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就行了。X 值和 Y 值分别的调节啊，我还是不太习惯这种方法。或者呢，你就是用我这种比较老的办法，一个骨骼再创建一个骨骼，把它放到这里面，然后分别来调节，一个调节横向，一个调节竖向啊，这样来调节都可以啊。好，然后我们回来调这个马斯克大爷，他在石头打到你的脑袋之前，他是不可能移动的，对不对？所以他不要
不要提前做它的预备动作啊。我们先把那个待机动作复制到这个地方啊，待机动作。好，到第10帧之前，我们所有的就大的躯干先给它定一个关键帧。第十帧的时候，直接有一个反馈啊，直接有一个反馈，所以我们这个石头可能再往前一点啊，再往前一点，哎，这样，而且是阶梯曲线啊，阶梯曲线，突然的一个被撞啊，这个才是正常的。之前它是不会动的，之前可能有一点点自己的这种待机动作啊，但不要不要你前面就预备，它就过渡过去了，那个不对啊。好，脑袋在这儿一个反馈，然后后面呢是它被砍了嘛，对吧？被砍了，所以整个的身体可能都带有一点这个往后仰的趋势，哎，然后反弹回来，再回来，太慢了，快点，哎，这种感觉对吧？我调的太大了。好，然后呢，每一个子骨都往后滞后一点，对吧？然后头部呢是一个最后的跟随，先被打，然后整个身体往后，头部是一个反跟随的状态。那这种感觉的，先被打，被打啊，这不行啊，被打，然后一个强烈的往后的感觉，对吧？跟随身体走回来，反过来头部反向移动，嗯。啊，被打的这个时间让它停的稍微长一点。这个角度感觉不太够，对吧？更大一点啊。如果这边角度调大，就是它的反馈很强。感觉还是前面速度太慢了，对吧？我们整体都加快一点。哎，觉得这个地方反馈应该再强烈一点，整体的身体往后，所以这个地方这3根骨骼到这儿一定要调一个加速的动画，加速，这是加速还是减速？哎，加速，快一点。大的趋势对了，然后再来调这些小的跟随。哎，手臂、身体往前，手臂往上，反向跟随往回。
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整体的这个动作，感觉还是缺少了一点冲击力，是不是？应该是这根骨骼的问题。这个是躯干，它在随着它受击的时候，挨打的时候，我觉得躯干整体应该再往左偏一点，可以加一点啊这个动作。但是，以我的习惯来讲呢，X 值 Y 值还是分别调节的啊。这个有有 Y 值，那我们就直接有这个分开的是吧？我们就直接调节它的 X 值。往左偏一点，然后反弹回来，再给它往回走一点，整体加一个曲线就行了。这个石头感觉总是冲击力不太够，是不是？我们这边的速度可能是不是感觉慢了一点，还是这边的加速不够？哇，这根曲线反弹回来，好，然后其他的呢，再加一点这种小小的跟随。OK，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避免一下他的腿拉得过直，就是有 IK 的，对啊，有 IK 的地方，如果腿拉得过直呢，有的时候会显得突然卡一下，所以这种情况，你看这两针就是腿衔接的有点太突兀了，那么就简单的来讲呢，就是用这个位移或者缩放都可以啊，位移，哎，这样给一个，然后弯回来的时候就把关键针定回来，对吧？尽量避免拖拽啊，这个地方还是不够，还是不够的话，那就再往下移动一点啊，它这应该定在这儿啊，哎这样好一些，OK，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再来调它的肚子，这个这针感觉移动的范围有点大了，是吧？它哎等于挨打之后，这个地方再让它身体往后，然后再弹回来。好，然后调肚子啊，挨打之前这一针，哎，如果身体往左走的话，肚子就往右，哎，相反的方向一个抖动，对吧？这是肚子，嗯，不能太大，有点太大了啊。球形的这个物体是吧？肚子它不光是可以调肚子，别的地方也可以调，自己去理解啊。好，然后回来看看这个，嗯，对吧？主要就是你的这个手机手机的预备动作啊，这段要去掉，然后按照这个石头的趋势调这样一个反弹动作。没接触到的时候就是没有接触到，接触到的时候直接两针挨着给一个反馈啊。这一针一般来说给一个阶梯曲线啊，它就显得比较强烈。阶梯曲线影响的太多了啊，应该是主要是躯干这几根骨骼给一个阶梯曲线，脖子嘛这儿呢这几个给一个阶梯曲线。好，就这样啊。好，我们这个怪物就讲到这里，看看这 grass 是什么啊？这是草是吧？草，这个没加曲线啊，没加曲线的话，就是偏移之后显得这个动作会比较硬
咯楞咯楞的这种感觉，是吧？一定要先加曲线啊，先加曲线，然后再调节偏移。我把这个给改一下吧。这个正好你这个没偏移，稍微调一下。如果我们这个想让它摆动的比较好看呢，尖端的位置弯的稍微大一点，尖端位置稍微偏大一些，然后3个骨骼给一个曲线，这样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分别调节它们的偏移。哇，这骨骼关系怎么回事？这个键错，这怎么跑到它的？这关系不太对啊。对啊，它怎么能作为它的子骨呢？是不是？像这种情况就是同类的东西，你这么多草，我知道你可能想把草归一下类，这个你这就应该就是绑错了，是吧？就是绑错了，所以把它呢挪出来就可以了，小问题。好，然后我们来调节这3根骨骼的偏移啊，这个第2根骨骼偏移10帧，第3根骨骼偏移20帧。哎，这种摆动效果就比较好了，是吧？行，别的就不说了，我们这个 Monster Talon 就到这里啊，就到这里。好，还有新的作品，我们下次接着讲。关注毛怪先生，订阅、点赞、评论。See you next time.